今天是我在巴黎的第一天就下雨咯。想知道如何在48小时内玩转法国巴黎吗？从吉隆坡出发去杜拜，然后转机去巴黎。我们乘坐的是 Emirates 的 A380 客机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乘搭 Emirates。哎呦，不错哦！不但座位宽敞舒服，而且还有高清电视萤幕，还附有充电插座。空服员会帮你用立刻拍留影，然后送给你做纪念。食物方面还不错，这是小小可爱的 Pepsi。好了，经过15个小时，终于抵达巴黎。嗨，今天是我在巴黎的第一天就下雨咯。唉，这是有点咸掉。然后后面的都是我的团友们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现在我们到处走走咯。Wall of Love 爱情主题墙创作于2000年，由612块珐琅龙岩砖组成，上面了250种语言，表达了311次“我爱你”。哇哦，好多五颜六色又新鲜的水果，应该很好吃。现在我们走路去著名的圣心大教堂。哇，幾大隻咧，幾得意耶！都 B。在教堂前方的平台可以俯视部分的巴黎。圣心大教堂是法国巴黎的天主教宗圣殿，供奉着耶稣的圣心，位于巴黎北部的高地蒙马特上，为巴黎著名的地标之一。于1914年建造完成，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所以直至1919年战争结束后才正式开始使用。巴黎有2种主要的地铁系统，分为 Metro 市区和 REP 郊区。Metro 地铁通行于巴黎市区，地铁票价为 Euro 1块9毛一张，可在90分钟内重复使用。一次购买10张，一张票是 Euro 1块4毛9，所以买10张比较划算。REP 是郊区通勤铁路，可使用 REP 到达机场、山谷购物村和迪士尼乐园。不同地区价钱也不同，票价介于 Euro 3块6毛半到 Euro 10块3毛。这位服务生，你可能在看这支影片。I want to tell you, hey, I like your style. 我们来到一间位于 Opera 超大的 Apple Store， 展示了很多苹果商品。苹果迷们走过路过，千万别错过！
我们现在来到了老佛爷百货公司，它是一家高档的法国百货连锁店。它的旗舰店位于巴黎第9区的奥斯曼大道上。你可以在老佛爷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，从服装、化妆品、名牌包包、家庭用品，甚至吃的喝的，应有尽有。凯旋门屹立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街尾。凯旋门是拿破仑为了纪念1805年打败了俄欧联军的胜利，于1806年下令修建而成的。这是晚上的卢浮宫，真的很漂亮。先吃个午餐，然后去巴黎圣母院。巴黎的街道，然后我的团友他们现在在买纪念品，像magnet这种小纪念品回去。说我什么都不要买，我在这边等他们哦。然后那边就是 Notre Dame， 后面的蛮漂亮的，是一个 church， 然后里面的玻璃都很漂亮。Notre Dame。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中世纪的天主教大教堂。大教堂被广泛认为是法国最好的哥德式建筑之一，它是世界上最大、最著名的教堂建筑之一，以其雕塑和彩色玻璃而闻名。它的建筑风格与早期的罗马式建筑形成了对比。这两间是100年的老咖啡店。我们来到了巴黎铁塔，人好多哟。塔高324米，高度相等于81层的建筑物，也是巴黎最高的建筑。到2楼或顶楼的门票介于 Euro 10块至25块。大电梯还是用楼梯，价钱也不同。但我们已经刚刚通过那个埃芬岛湾的检查站，他们的检查的方式是还严过 airport， 就是把你的 bag 里面都是翻一遍的，然后你身体都要 scan 过才可以进来。所以来这边的朋友要排队，然后要做检查。可能是因为怕这边有恐怖袭击，所以 check 的比较严。Hello， 埃芬岛就在我的后面。说等下多下它就会开灯了。来巴黎要打卡的地方，我今天也打卡了，只是还没拍到好看的照片。然后地上湿湿的，讨厌，因为刚才下雨，所以有点冷。巴黎铁塔会在太阳下山后亮灯，每1个小时会有5分钟的灯光表演。我跟我姐姐吃了早餐，我们现在出发去罗浮宫，就是那个蒙娜丽莎像的那边那个 museum。
其实我们应该没有进去，只在外面拍照，然后过后我们就会去 Outlet 买东西。这条街蛮美的，这不叫什么街？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，也是法国巴黎的历史古迹。卢浮宫是巴黎城市的中心地标，这历史悠久的宫殿收藏着巨大的艺术收藏品，从罗马雕塑到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画像。想一睹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朋友，入门票为17块 Euro。如果你是时尚品牌与名牌的爱好者，你一定不能错过巴黎的山谷购物村。它距离巴黎市中心30到40分钟的车程，全年无休，有着各种时尚品牌与名牌，像是 Longchamp、Prada、Versace、Coach 等等，供你挑选。这里的价格真的便宜很多，很值得购买。每家店一定要消费超过175 Euro。才可以做退税。红磨坊是位于巴黎18区皮加勒红灯区。皮加勒红灯区是一个具有18世纪风貌的街区，因屋顶上仿造了红风车而闻名于世。磨坊建于1889年，以上演着其著名的法国 Cancan Dance 闻名世界。面包店赢的2005年赢到第1名的。Hi, good morning。今天是我们在 Paris 的最后一天，等下我们就要去 London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早餐呢，就是去了我们住的附近有一间 award-winning 的面包店买面包。然后现在我们坐在 Love Wall 的前面吃早餐。然后我们买了 croissant， 还有这个不懂什么法国长条面包，然后里面有馅料的。我要吃下他们的croissant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卖1块1 Euro 一个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这么长的4块 Euro， 我直接说好吃，我还没有吃得到。我们开蛋糕甜品咯。就是一个 mini crepe 这样子的，然后有饼干，然后掺下一些 cream。来到了 Eurostar 的 station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1点钟，我们就要去 London 了，就是坐后面的 train。这里蛮大的。其实，法国巴黎并不像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如此浪漫。我本身觉得，巴黎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，时时要把重要的东西或钱看管好，因为到处都有好多像小混混的人盯着你。
尤其在 Metro 地铁的进出口处，也有人会为了不要买地铁票而硬闯进闸。巴黎的环境也不是很干净，地铁站和道路上会有尿臭味。繁忙的街道上有很多难民在堵车的路上跟你要钱，流浪汉也有很多，也有很多人会在地铁上向你要钱。这次我对巴黎的印象大打折扣，但是这趟旅程是一场人生经验。无可否认，巴黎是有它的美丽之处。兰登下雪了，可以看到雪吗？看到雪了，兰登 is falling down。